上一世被我妈带回家的绿茶贫困生陷害，抢走了属于我的一切，让我和家人决裂，和爱人分道扬镳。重生后，我看着眼眶微红的绿茶，真想说这把一定玩死你。一晚上，陈瑶像往常一样直接推门进来的时候，我还有些懵。陈瑶就像进了自己的房间一样，直接进了我的衣帽间，熟练的在我的衣柜里挑选衣服，还拿起旁边的限量款包在身上比划。芝宁，你快来选衣服啊！林生年生日，你穿什么？眼前的陈暖白白净净，身上穿的是维多利亚的睡衣，外面裹的是香奈儿的浴袍，完全不见当时刚到我家的狼狈样子，整个人干瘪的像是营养不良，确实是富贵养人。黑色那件，那我就穿这件吧。我们姐妹装，陈瑶拿走了一件和我选的极其相似的连衣裙，不过是白色的。陈瑶看我没讲话，瞬间就红了眼眶。芝宁是不是不想和我穿姐妹装啊？放在上一世，我一定觉得她是一个心思敏感脆弱的姑娘，然后立马道歉说是我的不对。现在嘛，我更想说一句，贱人，看我这把怎么玩死你。穿呗，什么狗屁姐妹装，全是假的。我和陈瑶穿着同款不同色的衣服出现在宴会上的时候，一度惊艳到了众人。人群中能听到对我们两个的夸奖，这姐妹俩真是好看啊。什么姐妹俩？白一点的那个才是宋家小姐，另一个是宋总资助的孩子。余光中，我看见陈瑶拿手包的手狠狠地攥住了包，可想是有多恨。换做之前，我肯定是要上去对那两个人的，什么刁钻的话都要讲一下，然后把陈瑶护在身后，就像老母鸡护崽子。现在吗？张伯伯，这么久不见，您都认不出我了？您忘了，您小时候还抱过我呢。我笑着和那人打招呼，完全不理会陈瑶在我身边的局促。啊，对，是我看错了，还得是宋总的千金，这一开口就听出来了啊。陈瑶尴尬地笑着做自我介绍，随后就要拉着我走。宴会上，陈瑶一直在灌我喝酒，拿香槟当饮料似的，一直让我喝。还好我来之前偷偷喝了醒酒药，喝酒自然不会是只有我一个人喝，我喝多少，陈瑶就喝多少。喝到最后，陈瑶已经醉得不成样子。我让林生年给他安排了一个休息室，慌乱中我还假装给自己身上泼了一杯香槟。怎么喝这么多啊？心情不好吗？林生年在前面走，带我去更衣室换礼服，我在后面跟着他。心情好，一会会更好。只是看着林生年的背影，我有些恍惚。上一世，因为我的愚蠢，我错过了他，也辜负了他。我换了一件和陈瑶同色的礼服，出来后，林生年问我怎么刚才和陈瑶穿同款。你不是最讨厌和人撞衫吗？林生年穿的是黑色的西装，我这么一换，站在他的身边才更像是一对璧人。讨厌啊，但是陈瑶要穿。宴会要结束的时候，休息室那边忽然发出一阵躁动，有记者不知道什么时候偷偷进来了，对着陈瑶的那间休息室一顿猛拍。我和林生年拨开人群进去的时候，看到的是陈瑶赤身裸体的睡在床上，身上还有着暧昧不明的痕迹，身边还躺着一个男的。我看着眼前的场景，不禁想，当时我也是这样被人围观的吗？像在出演3级片电影的演员。上一世，我被陈瑶灌醉，带进了休息室去休息。陈瑶找人进到了我的房间，目标十分明确，找和陈瑶穿同款衣服的女孩下手。然后就有记者闯了进来，但是我醉的什么都不知道，还是被我妈一盆凉水浇醒的。第二天，我就上了头版头条，林家也因此和我解除了婚约。陈瑶那时候还装成安慰我的样子，带我出去散心，但接触的都是一些三教九流的人。带我喝酒蹦迪也就算了，甚至带着我去接触一些违禁品。也是我傻，轻信了旁人。陈瑶报了警，我被他摆了一道，进了警局。尽管我没碰毒，但是我妈知道后也气得不行，断了我的卡，让我出去自力更生。我一气之下跑出门，被一辆飞驰的车撞死了。本来我以为我的生命就此结束了，但是在弥留之际，我分明听到撞我的那个人拨通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是陈瑶的声音。陈瑶说解决了就打款，还好老天待我不薄，让我重生了。手握剧本，陈瑶玩的，我先替他在陈瑶身上玩一个遍。我妈看见自己带回来的孩子跟一个陌生男的在别人的生日宴会上做出这样的事情，气得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看我妈纠结的样子，没犹豫，让旁边看戏的服务生接了一盆水给我，摸了摸，冰的。我一盆冰水浇在了陈瑶的床上，一下子浇醒了两个人。男的醒后一看身边睡的是陈瑶，吓得提起裤子就想跑，被林生年一把按住带走了。陈瑶看见这么多人围在一边，我手里还拿着一个水盆，
马上就抽抽啼啼地问我：芝宁，我做错什么了吗？可是下一秒他就意识到了事情的不对劲，发出了一阵刺耳的尖叫。我妈把他带回家里，让他反思。陈瑶是懂装可怜的，看见我妈脸色不好，就马上下跪。我妈要拉他起来，他也一动不动。阿姨，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陈瑶边说边给我妈磕头。阿姨，我什么也不知道啊。您别不管我，是我对不住您，我给您丢人了。是我对不起您，我去给大家道歉。陈瑶跪在地上，哐哐一顿磕头，看着怪吓人的。但是也就是看着吓人，磕了5、6下了，额头也就微微泛红。我看我妈在那唉声叹气，想也知道，我妈还是于心不忍。陈瑶是我妈资助的孩子。我10岁的时候高烧到住院，我妈去找医生的医生看见的陈瑶。陈瑶父母都去世了，只有一个患有心脏病的姥姥陪着她。那时候陈瑶也不过和我同岁，整个人黑黑瘦瘦的，活脱一个黑猴子。后来我妈提起那天的陈瑶，就说她可怜。本来我妈只是资助陈瑶，出钱就好了。后来陈瑶考上了魔都的学校，我妈当时还很高兴，觉得自己的钱没白花，给国家培养了一个人才。自此后，陈瑶就住进了我家，这一住就是2年。人人都认为我妈养了2个好孩子，模样好，学历好。陈瑶也真的拿自己当一个大小姐，熟视无睹地花着我妈的钱，开着我的跑车，交我的朋友，还在网上贩卖白富美人设。只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大家夸陈瑶归夸，但她不是宋家本家人的身份，大家都知道。陈瑶好日子过惯了，也不想再听什么大实话了，就真的想取代了我，也才有那后面陷害我的事情。我妈犹豫不决的样子让我知道，只是这样还不够，我去当一个老好人的形象，蹲下去扶陈瑶。陈瑶拒绝后，我就一屁股坐在我妈身边，跟她撒娇。妈妈，陈瑶也是受害者啊，她喝多了吗？我妈也还在气头上，那怎么就偏偏发生在了她身上？林家休息室有7、8个房间，怎么就这要巧？还能为什么？当然是陈瑶偷鸡不成蚀把米呗。但我不能这么说，还不到时候。哎呀，妈妈，陈瑶怎么可能知道？陈瑶，你说对吧？陈瑶听到我问她，脸上顿时一慌，急忙应声说自己也不知道。我笑嘻嘻的跟我妈撒娇说太晚了，该去睡觉了，就拽着我妈走了。这件事情也就此作罢。跟我妈离开的路上，我回头看了一眼陈瑶，站在远处，双手垂在身侧，紧紧地攥着，好不甘心。魔都的圈子就这么大，有钱的富二代不在少数，自然而然也就形成了一些小圈子。今天我像往常一样准备出门，出门前陈瑶叫住我：芝宁，你去哪？金兰啊。陈瑶听到后支支吾吾地说：你不是很久都不和他们玩了吗？我们才是最好的朋友，不是吗？是啊，我是很久都不和他们玩了，但谁跟他是最好的朋友啊？上辈子拿他当朋友玩没了命，这辈子再玩就是我蠢。自从陈瑶来了之后，我真的待她如亲姐妹，带她逛街，给她买奢侈品，也带着她融进我的圈子。圈子里的少爷小姐家底都是十分殷实的，虽然面子上不会在陈瑶在米其林星级餐厅张嘴就要惠灵顿的时候有什么表示，也不会在陈瑶不知道爱马仕要配货就大手一挥说要哪款包让人立刻包起来的时候说过什么，但是骨子里对陈瑶的嫌弃是真实存在的。那时候我最好的姐妹还不是陈瑶，是谢叔。谢叔不止一次的跟我说别总带陈瑶玩，但是我都拒绝了。为了不让陈瑶被感觉到自己被孤立，我主动的就疏远了曾经的朋友。这也是为什么我明明之前有朋友，可是在我上一世受尽了委屈的时候无处可去，只能任由陈瑶给我下套的原因。嫉妒你的人，他不要自己在泥潭里，还要把你也拖下去，跟他一起享受淤泥。我看着眼前的陈瑶，只想骂上一世的自己是一个蠢货。玩啊，我们是从小玩到大的铁兄弟，好朋友吗？大家不都是朋友吗？你不喜欢跟他们做朋友？陈瑶愣了一下，马上重新堆起笑脸，怎么会？那我和你一起。说着就跑上楼，不一会就换上了一件和我身上很像的衣服。又来这套，陈瑶总是想通过这些东西去证明我不是独一无二的。宋之宁可以的，陈瑶也可以，但可惜了，低腰裤穿在陈瑶55分的身材上有些尴尬。陈瑶，你去换一个衣服吧，我不喜欢和人同款。陈瑶红着眼眶看了我一会，见我无动于衷，就去换了一件蓬蓬裙。到金兰的时候，我从后备箱提了一些东西。陈瑶问我是什么，我也没理会。到了包间，谢叔他们看到我来，本来还很高兴，
但扭头看到了我身后的陈瑶，就面露尴尬。也对，毕竟是我说，谁不跟陈瑶玩，也就别和我做朋友了的。我把手里的东西挨个分好，给你们的礼物算小宋不懂事，让各位少爷小姐伤心了。包厢的气氛本来十分微妙，我此话一出，马上就又活跃了起来。谢叔走过来给了我一肘子，拿的什么啊？可别什么便宜货都给我们送。说完还有意无意地看了陈瑶一眼。从进包厢到现在，没有一个人理会陈瑶。知宁，你和谢叔撞衫了啊？陈瑶的一句话让大家的目光都看向我和谢叔。谢叔脸色马上就不好了，我赶紧拉住谢叔。闺蜜装啊？陈瑶问我不是不喜欢和人撞衫吗？分人。一整场我都和朋友们玩得很嗨，我十分感谢他们，尽管我当初说了那么过分的话，他们也仍然不计前嫌地接纳我。陈瑶的处境就不太好了，一会凑到林生年身边问能不能送她回家，被林生年一句副驾驶只坐宋之宁给打发了。一会又问我什么时候回家，说自己不舒服。谢叔一揽我的肩膀，凑过来拿出手机给陈瑶发了一个290的红包，问他够不够打车回家的钱。290、250加38加2，谢叔是懂侮辱人的。陈瑶也不是傻的，自然知道谢叔是在讽刺他。环顾了一圈，陈瑶又跑到林生年身边，林同学，我是哪里做的不对吗？为什么要这么对我？说完就紧挨着林生年坐下，只是刚坐下，林生年就一个弹跳站起来。我对知宁以外的女的过敏，你离我远点。还有，我有名字，叫我林生年就行。你做的错哪了？我也不知道，实在不行你就报警吧。见此情景，周围有人都憋不住的笑出了声。我看着眼前窘迫的陈瑶，很难受吗？我们还打算去跑山，那你不去了吗？陈瑶看了看林生年，点了点头说去。我出门特地开的越野车，为的就是去跑山。跑山走的路线是我上一世出车祸的路线，我看着眼前的路，油门踩到底开得飞快。朋友觉得我是在烘托气氛，少爷小姐的口哨吹得起劲。只有陈瑶知道，我们两个在车上的紧张气氛。飞驰掠过荒野的风，耳畔是自由的声音和坚定，以及知宁，你开慢点吧，阿姨知道咱们玩的这么危险，会担心的。陈瑶话是这么说的，可不是这么干的。掏出手机，在副驾驶上一顿猛拍 ，pose 怎么妖娆怎么来。知宁，你和林生年打算什么时候订婚啊？知宁，谢叔和林生年走这么近，你不担心吗？俗话说防火防盗防闺蜜啊。陈瑶在一旁聒噪，还顺带着拍着一些为了凹人设的照片。我没有理会，车子开得飞快。陈瑶被我猝不及防的加速惊了一下。啊，夹子的声音。我是第一个到山顶的。知宁，你不开心吗？你不想和他们玩的话，我也不喜欢他们，咱们就回家吧。我觉得还是我们两个待在一起有意思。话音刚落，谢叔的车也到了。谢叔一脚油门踩到底，直逼陈瑶，在距离陈瑶10公分距离的时候停了车。陈瑶，不喜欢和我们玩吗？怎么，我们玩的你看不懂？我从耳朵上取下耳机，早在我和陈瑶上车的时候，我就和谢叔通上了电话。刚才陈瑶的话，一字不落的全部都进了谢叔的耳朵。我尴尬的冲陈瑶一笑，瑶瑶，刚才我和谢叔在通电话，你刚才说什么？陈瑶急忙找不说自己开玩笑的。是吗？那就好。毕竟这个圈子不是打扮成公主，就真的成公主的。谢叔扫视了一下陈瑶的蓬蓬裙，言语间满是蔑视。这公主啊，分两种，一种是在城堡里的，一种是在会所里的。我谢叔这个人，从不抢好朋友的东西，包括衣服、鞋子、包包和男人。陈瑶听到谢叔的话，气得脸都白了，还十分紧张地拽了拽穿在他身上的我的衣服。我和谢叔是从小长到大的，尽管之前有了矛盾，但默契是不会改变的。谢叔从我给他打电话开始，就一直在电话里喋喋不休地问我是不是不打算带陈瑶玩了，一直到我开车到山顶，回了谢叔一个之后，大家都十分默契地孤立了陈瑶。准备回去的时候，林生年随口问我今天跑山什么感觉，毕竟我也很久不和他们玩了。我看着陈瑶，漫不经心地说，适合杀人。谢叔抖了抖身子，摸了摸胳膊上的鸡皮疙瘩，笑着骂了我一句神经病。神经病，少喝弱智丸。谢叔暗讽了一句陈瑶，大家都觉得我在讲冷笑话，只有我知道陈瑶听进去了。第二天我出门的时候，主动问了陈瑶还去不去金兰，陈瑶咬着嘴唇不讲话。我妈还没去上班，一看这个情形就问陈瑶怎么了。
陈瑶的眼泪唰就流了下来，我看得只想鼓掌，这演技不进娱乐圈可惜了。阿姨，我是不是很讨厌啊？陈瑶红着眼睛问我妈，我妈立马慌了。在商场上很立得久了的人，生活中就想善良一些，为自己积一些福报。我妈就是这样的人，她完全不会觉得曾经为了自己姥姥能给人下跪的可怜的孩子会改变。怎么了，瑶瑶、芝宁，你们昨天出去发生什么了吗？我摇了摇头，可能是玩不惯吧。我妈也是搞笑，竟然点了点头，也是，那些孩子都潇洒惯了。瑶瑶道这也没多久，估计不习惯和他们玩。陈瑶打的算盘落空了，她本想装委屈，然后让我妈教训我一顿，并且再命令我不许跟谢叔他们玩。可是我妈根本不会觉得我的朋友有什么问题，我们是一起长大的，谢叔他们什么样子，我妈很清楚。我妈给了陈瑶一张卡，瑶瑶，跟他们玩不好就不玩了，你去逛逛街，买衣服什么的。陈瑶一听这话，一边接过我妈给的卡，一边还假模假样的说着，阿姨，不用的，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你是我的恩人的。说着就和那个人眼睛。但是无奈，我妈马上要去公司开会，没工夫陪陈瑶演母慈子孝这一出。我妈上班去了，我也美美的出门了。金兰里，谢叔抱着胳膊冷眼地看着我，说吧，到底怎么回事？还不到时候，有些事情我也还不确定呢。我转头去问林生年，生年，你生日宴上抓的那个男的查了吗？查了，说自己就是喝醉了随便进来的。我又追问，谁放他进来的？林家公子生日宴没有邀请函，谁能放他进来？一个门卫，不知道是谁给了他一笔钱让他这么干的，那么前后就跑了。林生年提起这事也是一脸的郁闷，好好的生日宴，出了陈瑶一个桃色新闻，还从家里找到了一个不靠谱的门卫去查陈瑶。林生年和谢叔猛地一抬头看我，我急忙摆手说是直觉，谁让他那天非要跟我穿同款的。他俩当然不信，但是也没再说什么。你终于醒悟了。你看陈瑶看林生年的眼神，都恨不得把他当碟菜吃了，也就你傻呵呵的天天带着他玩。回到家后，陈瑶不在家，我妈在家。我走到我妈身边缠着我妈，妈妈，你每个月给陈瑶多少钱啊？我今天可看见了，你给了他一张金卡。我都没有。我跟我妈的关系其实一直很好的，自从我爸去世后，家里的生意就落在了我妈一个人的肩膀上。她既当爹又当妈，一个人拉扯我长大，给了我很好的受教育环境和家庭氛围。我们两个相依为命，是彼此心里最坚实的支柱。上一世是我太让他失望，他才说了几句狠话，我生气的跑出去后，才让我们阴阳两隔。现在重新能抱住我妈，家里也没有其他讨厌的人，这种感觉很踏实，很幸福。你还吃醋啊？你花我的钱花的还少吗？我妈用手指刮了一下我的鼻子，我缠着让我妈给我看陈瑶的消费记录。我妈平时是不查的，给了钱就让孩子花的，花在哪干了什么根本不管。今天我硬是要缠着我妈，我妈才看一眼，不看不要紧，30万。陈瑶一天就花了30万，我妈也很震惊。陈瑶回来后手上只拎了一个小蛋糕，还招呼着我们去吃。黑天鹅的蛋糕这么小块，最贵不会超过1万。瑶瑶，一直疑我也没问你，你姥姥身体怎么样啊？陈瑶拆蛋糕的手一顿，完全没想到我妈会去提她姥姥的事情。啊，姥姥做了手术后身体好多了，现在一直在医院疗养呢。姥姥还说阿姨对我们家有恩，让我以后好好孝顺您，给您养老呢。什么屁话，陈瑶当我是死的。陈瑶在紧张，手里的蛋糕结一直打不开。我妈走过去接过蛋糕，自己拆了起来，边拆边说，那就好啊，明天我去医院看看他老人家吧，上一次见他还是2年前你刚上大学那会呢。陈瑶的木讷的答应，蛋糕吃了2-3口后就找借口上楼去了。蛋糕挺好吃的，就是人不咋靠谱。我妈吃了2口，掏出手机看了看账单，转天我和我妈跟着陈瑶去了医院，病床上还真躺着一个老人，只不过是戴着口罩。老人躺在病床上，话音里的吴侬软语尽管被敛得很好，但仔细一听还是能听出来的。可陈瑶明明是北方人，陈瑶说她姥姥染了重感冒，知道我和我妈要来，赶紧戴上了口罩，怕传染我们2个。我们待了一会就离开了，
陈瑶要出来送，我妈也让她好好照顾老人为由拒绝了。芝宁，你在这再待会儿吧，我去问问医生。不用，你让你司机开车走，我们俩在这等一会就知道了。我妈让司机离开后，不到1刻钟，刚才在病床上说自己得了重感冒的老人精神抖擞地走了出来。我妈气坏了，想去找陈瑶问个清楚，想知道为什么陈瑶骗自己。我拉着我妈拦住了那个老人的去路，盘问了一番后，知道他是陈瑶临时找来的演员，出场1次5000。我妈是气坏了，但是还算冷静。他这是诈骗，是诈骗，但是我妈还不会亲手送他进局子，只是会单纯的对陈瑶进行思想教育。我让我妈把这件事交给我处理，我妈犹豫再三同意了。想来她还是心软的。我找人查了查，陈瑶的姥姥在陈瑶上大学不久后就因为心脏病复发去世了。后来才知道是陈瑶跟她姥姥大吵了一架。到了魔都看见了什么是有钱，我妈1个月给她3000的生活费已经不够了，也不足以维持她白富美的人设。跟老人家吵了一架，老人去世后依然找我妈要着她姥姥的住院费。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我妈，我妈当就联系银行断了陈瑶的卡。陈瑶从外面回来后还委屈巴巴的去找我妈，阿姨，我今天逛街看到了一个手镯，特别适合您，但是好像刷不出来钱了，是公司出现什么状况了吗？陈瑶问得真切，上半句营造了自己孝顺的人设，下半句表现了自己的懂事。我妈叹了一口气，听到陈瑶的话，到嘴边严厉的说辞变成了无奈的询问，你姥姥去世了，你为什么要骗阿姨呢？陈瑶想要故技重施的往地上跪，我顺手从身后抽取一个键盘扔她面前，言外之意，跪这上面。我们宋家有家训的，做伤天害理、欺瞒长辈的事情是要挨鞭子的。看你也不是宋家人，但是成了宋家不少跪下键盘意思意思吧。我妈疑惑地看了我一眼，但是也没讲话。你长大了，也成年了，既然你姥姥去世了，那我对你的资助也就此终止了。之前的那些钱，过去就过去吧。虽说不该用男儿膝下有黄金来说，但你也是大孩子了，别动不动就下跪的，跪天跪地跪父母啊。我妈说完后就离开了。陈瑶跪在键盘上想去拉我妈，被我拦住了。尽早收拾东西离开吧。我上楼的时候收到了林生年的信息，问出来了，收了钱办事，目标是你，视频发你。看到这，我想着可以再加把火。陈瑶，你在林生年生日宴上的事情，需要我花钱帮你抹干净吗？毕竟你要脱离宋家了，以后万一有人拿这件事做文章呢？陈瑶还跪在键盘上，从下往上狠狠地看着我，一字一顿，不用。那就好，别跪着了，起来吧。这键盘是限量版的，你真要是跪坏了，我也怪心疼的。陈瑶站起来，梗着脖子看着我，宋之宁，你很牛吗？一般，有点小钱，小小骄傲一下而已。毕竟有钱确实很爽，对吧？你也体验过的。我妈从陈瑶的事情之后就心情不好，拉着我去三亚散心。我和我妈离开前，我在家里装了摄像头，里里外外除了卫生间全装了。毕竟上一世也是，陈瑶偷摸进了我的卧室，往我卧室各个角落塞一些白色粉末。警察后来找上门，差点以为我是什么毒品贩子。我跟我妈出来玩的第3天，夜里，陈瑶进到了我家。我看着监控里陈瑶的身影，着急从我衣帽间拿一些值钱的包，拿完后还去我妈的衣帽间找些名贵的表和首饰。好好的奢侈品，让陈瑶收出了破烂的感觉，真让人咂舌。也是真的像之前一样，陈瑶从兜里掏出一袋东西，放到了我的枕头底下，还咔咔地拍了2张照片。我有些后悔，没借谢叔的大狼狗一用。陈瑶离开前还帮我们归置好被他翻乱的衣帽间，还不算很傻，只要粉饰一下犯罪现场。回到魔都后，我妈的心情也好了很多，就是发誓再也不轻信小孩。我表示赞同，如若不是老天爷好心，我真的就再也回不来了。一想到这，我对陈瑶的恨又翻腾起来。但是我想，陈瑶也快要有动作了，毕竟她身上的钱不多了。没过多久，我和林生年就官宣了订婚的消息，网上发了我和林生年订婚的照片，评论区一片祝福和夸奖，唯独有一条评论：宋之宁都被玩烂了，还好意思嫁给林生年？不会吧，不会吧，不会还有人不知道宋之宁是玩咖吧？私底下烟酒黄赌毒全来啊！随后那个账号就发出了一系列的照片，有我手里夹烟的，有胳膊上有细小针孔的，
甚至还从我的社交账号上扒出我卧室的样貌，附图是我枕头底下藏毒的。更有劲爆的一张照片，是一张看不清脸，只能看见衣服的人和一个男的在酒吧里。虽然看不清脸，但是能看见衣服上的字母 SENN。照片上的女生穿着带有 SENN 标记的衣服，高开叉的裙子，尽显凹凸身材，一男一女姿势暧昧地缠绕在一起，忘情地陷入情欲的漩涡，看起来疯狂又迷醉。而众所周知，我不喜欢跟人撞衫，我的所有衣服都是有着记号的。本来也就是一组暧昧照片，但是被说照片上的人是我，就事情大了。宋家一直都是魔都的老钱，祖祖辈辈3代经商，而且还和林家处于联姻的状态。照片一出，宋家股份跌得厉害，董事会给我妈施加压力，让我尽快做出回应，把事情解决好。林家那边尽管有林生年帮我解释，但照片的事情实在是膈应人，大家都在要我一个解释。很抱歉占用了公共资源。对于桃色照片一事，我确实不知情，照片上的衣服是我的，我不否认，但并不是我本人。只是在前不久前，家中被窃，很多东西都不见了，照片上的衣服也包括在内。至于盗窃衣服的人是谁，照片上的人是谁，是谁在恶意重伤我，我都会查清楚后第一时间告知大家。家中是有监控的，昨天我已经递交了警方。我的声明一出，我就知道陈瑶瑶坐不住了。果然，发声明后的晚上，陈瑶就给我发信息说要见我，地点就约在当初我带她跑山的山顶。我到山顶的时候，陈瑶正在 P 图，还在维持着自己白富美的人设。看到我的一瞬间就慌了。你很惊讶我来？不是你约的我吗？陈瑶当然要惊讶，就像我曾经给她说的，也像上一世那样她做的。山路，夜晚，绝佳的杀人地点，夜色笼罩，寂静无声，谁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谁来过？谁走了？你没事？你怎么没事？我还是开的那辆越野，穿的还是显陈瑶55分身材的低腰裤。我应该有什么事？地点不错，我带你来过，你觉得这地怎么样？从山顶往下看，能看到魔都的夜景，五颜六色的霓虹灯是金钱和欲望的交织。宋之宁，既然你敢来，还顺利的到了，那我就告诉你，这地方真不错，真的很适合杀人。耳机里是林生年急切的关心和关心，不远处是陈瑶晦暗不明的笑容。你想杀我？陈瑶像是笃定我不能拿他怎么办一样，放肆的大笑。我杀你又能怎么样？这里有谁能阻拦我吗？我告诉你，你能上来山顶就是你的幸运，那我就不妨全部告诉你。林生年生日宴上，本来该烂掉的人是你。你和谢叔那群王八蛋还瞧不起我，你们有什么可瞧不起我的？不就是都有点钱吗？牛什么？我点了点头，不反对，我们确实有点钱，但是没人瞧不起你。陈瑶就像是进入到了自己的世界一样，什么话也听不进去。我呸！宋之宁，你有什么好的？你爹死了，我爹也死了，凭什么我妈跟着死了，你妈还活着，你还活着？陈瑶扯了扯身上的裙子，露出了 SENN 的记号。你恶不恶心？还打上标记？就你宋之宁独一无二吗？就你天下最美吗？我在的时候，你妈也不是照样喜欢我，不管你吗？如果没有你，这一切都是我的。你妈妈也会很爱我，你的钱、你的衣服、你的包都是我的，包括林生年也是我的。都是因为你，我才变成这样。都是因为你，你为什么不去死？你就该死。我想陈瑶真的是疯了，她是客人，更是我妈资助的孩子，理应更多的关心一下。陈瑶越说越激动，就想走上前拉我。因为你，宴会上出丑的人成了我。我被人威胁，拿着照片说有10000个办法毁了我，让我不能上学，让我陪玩陪睡，让我吸毒。宋之宁，你知道吸毒什么感觉吗？针头扎进来的感觉，你也尝试一下好不好？陈瑶的精神不正常，他疯癫但又涣散，就像那天一样。谢叔的车更是不留一地的开到了陈瑶的脸上。还真让之宁猜对了，你还真是个不安分的鬼。之后警笛四起，被夜色笼罩的黑漆漆的山瞬间亮起了一排排的车灯。陈瑶惊讶地瞪大眼睛看着我，你报了警？我敲了敲耳朵，人啊，怎么能在一个地方摔2次呢？陈瑶，人啊，要有自知之明的。宋家给了你立身之本，你就该老老实实的做人，是缩在龟壳里还是出来闯荡都好，本本分分的。你千不该万不该，就是不该觊觎我的东西，人也好，物也好。警察上来的时候，陈瑶还在大声的嘶吼着，凭什么？我没忍住，上去抽了陈瑶一巴掌，你是个什么东西？
还好意思问凭什么？对陈瑶的恨是带着疼的，是我被车撞飞在地上，毫无直觉后泛起的疼，是迷茫，是悔恨。陈瑶被抓，戴上手铐的时候，还在张牙舞爪地说着自己怎么会输呢，说自己被冤枉了。后来经警方检测，陈瑶在见我之前注射了毒品，还出现了精神状况失常的事情。陈瑶从我家偷走的东西已经被他卖得所剩无几了，有的用去买了毒，有的去买凶。林生年宴会上，虽然陈瑶的照片被我们家全部买下，没有发出去，但是当时逃走的那个人手里是有照片的，他拿着照片威胁了陈瑶，让陈瑶给他钱，陈瑶钱不够了，就让陈瑶陪着自己玩，具体玩什么就看那人的心情。那组照片完全拿住了陈瑶的命门，本来是想害我的，但是终究还是害了他自己。当初在林生年宴会上的门卫被找到后，就一直被林生年盯着。陈瑶从我妈那里要的钱只是为了吸毒，后来为了杀掉我，又去联系了那个门卫。门卫的账户里多了一笔钱，林生年马上就察觉到了不对劲，联系了我。门卫被提前抓住，给警察供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与此同时，我也跟林生年通着话去见了陈瑶。当初去山顶的那条路上，就是那人开着车撞了我，那是个雨天，我看不见清脸。现在这个门卫坐在我对面，神情间全是悔恨，说自己只是收钱办事，说自己是一时糊涂。这个人明明那么胆小，在警局里一直害怕的颤抖，手铐都磕在桌子上发出了声音。就是这样一个人，因为陈瑶给的100万就能做出杀人的举动，一个和他毫不相干的人。陈瑶和那个门卫依法都判了刑。事情尘埃落定后，我妈带着我去陈瑶姥姥的墓前看了看。贪婪使人迷失了方向。我后来去监狱看过陈瑶，去之前还问我妈要来了陈瑶之前给我妈寄的证书。从小到大的3好学生、优秀学生什么的奖状证书垒起来能有一小摞。陈瑶看见我的时候还是很激动，接通电话的时候还很冷言冷语地问我来干什么。我今天收拾东西，在我妈那找到了很多你的东西。陈瑶言语轻松地让我扔了，是你的证书和奖状。原来你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坏的，我看了，你是优秀班干部，是最佳小辩手，甚至连续得了好几年的3好学生。你的奖状比我都多，你能来这里上学，是真的有实力。我看过你的试卷，你的理科很好，如果没出事的话，你现在应该在我们家的公司实习。陈瑶突然就哭了，是那种崩溃的大哭。她现在是短发，垂着头趴在窗户上嚎啕大哭，头发混着泪水粘在她的脸上。宋之宁，我后悔了。她低着头，瘦了很多，肩膀处的肩胛骨清晰可见，随着她颤抖的哭声看得更加清楚。那你欠我一句对不起。对不起。那你就在里面带着歉意度过下半辈子吧。我没想原谅他，他欠我一条命和一世的清白，单单是住一个监狱而已，他还害不起。林生年知道我去看了陈瑶，出来后急忙问我怎么样，他没说什么伤害你的话吧？阳光明媚的刺眼，我重新站在眼光下，还能看见林生年，能听到他的关心，是真的幸运。我之前做过一个梦，梦到我死了，死在了陈瑶的手里。林生年猛地抱住我，梦都是假的，你现在就在我身边。伸出手回抱林生年，在林生年的后背抹撒抹撒。是啊，我们在一起的身边就够了。